在格斗这个残酷的修罗场里，选手的巅峰期往往短得令人心酸，3、5年是常态，7、8年已是老将。但有一个名字从 DVD 时代火到了短视频时代，从日剧男主般的 K1 黄金期打到了失手空拳的 BKFC 赛场，他跨越了20年的岁月，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泰国乡下的贫苦少年打成了享誉全球的泰拳王子，打成了泰国的国家名片。他就是波球。1982年，波球出生在泰国素林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当时的泰国，底层男孩想要改变命运，出路寥寥无几，而打泰拳是最残酷但也是最直接的一条。8岁那年，本名宋巴班柴明的他戴上了比自己脸还大的拳套，走上了擂台。他早期的出场费只有几十泰铢，但这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已经是救命钱。13岁时，他告别父母，进入了著名的波帕姆拳馆，也因此得到了那个伴随着大半生的名字波球波帕姆。泰拳的训练是反人类的，每天雷打不动的20公里越野跑，成百上千次的扫踢沙袋，用肉身去碰撞坚硬的护具。常年在这种枯燥近乎残酷的打磨中，波球练就了一身魔鬼筋肉的躯体，波澜不惊的眼神。早期的波球虽然也是一流好手，但没有到封神的地步。真正让他完成命运蜕变，让全世界领略泰拳恐怖威力的是东渡日本的那一场豪赌。时间来到2004年，当时的日本 K1 World Max 是全球战力格斗的绝对巅峰，汇聚了全世界70公斤级的最强王者。那时的 K1 赛场是荷兰踢拳和日本空手道选手的天下。泰拳虽然名声在外，但在快节奏、限制缠斗的 K1 规则下，很多泰拳王都水土不服。直到22岁的波球登场，2004年的 K1 总决赛，波球的出现宛如一场泰拳风暴的降临。他面对的是日本国民偶像，当时的卫冕冠军磨砂豆。在那场震惊世界的决战中，波球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泰式正蹬和铁枣腿。磨砂豆在波球暴风骤雨般的连吸和中断扫踢下肋骨骨折，苦撑到最后，波球毫无争议地夺得总冠军，一夜之间震惊世界舞坛。然而，真正的传奇往往诞生于被打压后的绝地反弹。因为波球的内围连吸过于无解 ，K1 在2005年专门出台波球规则，禁止连续袭击。被限制了最强武器的波球，当年在争议判罚中输给了荷兰天王安迪苏瓦，外界一度唱衰泰拳时代终结。但天才的可怕就在于进化。仅仅1年后，苦练西洋拳击的波球卷土重来。2006年总决赛再战安迪苏瓦，他直接用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将对手 TKO， 用你制定的规则，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你。这个冠军不仅完成了霸气复仇，更向世界宣告波球顶级的格斗智商与不可撼动的传奇地位。随着 K1 的辉煌，波球彻底出圈。普通观众或许看不懂复杂的格斗技战术，但所有人都能看懂波球带来的视觉震撼。黝黑发亮的皮肤，雕塑般的肌肉线条，以及在网上疯传的土腿踢断芭蕉树的硬核训练视频。每次出场，他必定头戴蒙坤，臂膀八戒，在擂台上跳起庄严虔诚的拜师舞。在波球之前，西方世界对泰拳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地下黑拳和残酷血腥的刻板印象中，是波球用他顶级赛场上的优雅、克制、纪律性和毁灭性的破坏力，将泰拳拉升到了世界主流殿堂级武术的高度。他成为了一个活着的图腾。无数欧美和亚洲青年因为看了波球的比赛，背起行囊飞往泰国，只为在闷热的拳馆里学习这门古老的武术。此时的波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打工人，他成为了带动整个泰国体育旅游业的人形印钞机和文化大使。如果说擂台上的无敌让波球成为了巨星，那么擂台下的一场叛逃则让他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思想者。2012年，如日中天的波球突然神秘失踪，缺席了原定的比赛。几天后，他在电视节目中现身，控诉了合作10多年的波帕姆拳馆对自己长期的财务压榨和残酷剥削。在泰拳界，拳馆老板对拳手拥有绝对控制权，这是泰国武林的潜规则。但30岁的波球宁愿面临巨额违约金和被封杀的风险，也坚决脱离波帕姆拳馆，恢复了自己的本性，成立了班柴明拳馆。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合作的纠纷，更是底层泰拳手对不合理体制的一次伟大抗争。波球的这一举动在泰国引发了地震，他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无数被剥削的底层拳手争取了尊严。从波球波帕姆到波球班柴明，他完成了一个男人从武器到主人的涅槃重生。进入职业生涯后期，很多同时代的王者都已退役，但波球依然活跃在第一线。他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搏击市场崛起的红利期，加盟昆仑决和武林风等赛事。令人震惊的是，当时间来到2020年代，已经40多岁高龄的波球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他甚至跨界打起了极其血腥残忍的 BKFC， 并在2023年与另一位泰拳活化石单猜上演了一场轰动全球的裸拳传奇对决。在满脸鲜血中，40多岁的波球依然用扫踢和重拳捍卫着战士的荣耀。波球有底层逆袭的草根叙事，有异国他乡单枪匹马打爆规则的爽文剧本，有敢于反抗体制的孤勇者精神，更有数十年如一日近乎苦行僧般的极致自律。他不只是一个拳手，他是泰拳这项古老武术在现代文明中的完美化身。当我们在谈论波球时，我们谈论的不再仅仅是输赢，而是一种不屈的意志，一种纯粹的力量和一张永不褪色的国家名片。我太难了。美国大力士来中国踢馆，被少林寺贪吃和尚5秒爆头30多拳，当场打得面目全非，缝了100多针。观众朋友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摇头晃脑嘚瑟出场的家伙，没有错，正是此次来我们中国踢馆的美国大力士史蒂文·班克。
别看这个家伙摇头晃脑、嘚瑟至极、嚣张至极，但他可是美国的大力士冠军，连续蝉联了3年。好，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正是来自于我们中方的选手——天山巨炮阿斯哈提。好，一场巨兽之争，中国的天山巨炮大战美国大力士，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两位选手的体型都在100公斤以上，所以说这个比赛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 KO。尤其是我们中方选手阿斯哈提，他的重拳呢最多能打出1300多磅，大概是1100多斤，非常的恐怖。无效的比赛。对，刚刚我觉得阿斯哈提这个扫在对方的这个小肚腩、大肚腩啊之上没什么效果。对，两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抗击打的这个防护太多了啊。在我们赛前的一天，称中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所以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就是头部。啊，这是一个度秒吗？一个后手拳。哇，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出战的第1名选手竟输给了这个史蒂文·班克，所以看出哇，对方的这个重拳啊，的确是够猛。因为对方是个大力士，所以说他的拳头力道和杀伤力是很猛的。好，再来看一下第2场，我们中方派出的第2名选手来自于中国的邹立涛。邹立涛来头不简单了，身高1.91米，体重达到了370多斤。邹立涛是练习我们中国传统摔跤出身的，但是后来呢选择打了拳击，打了这个自由搏击。好，来看一下第2场，我们的邹立涛啊能否抵挡住史蒂文·班克进攻的步伐。在来中国踢馆之前，这个史蒂文·班克已经是立下了豪言，不赢他个180场绝对不走啊，不赚上他个1000、2000万啊，绝对不走。很显然，对方把我们中国擂台啊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啊，他捞钱的工具。中国挣钱，美国花，我们绝对忍不了。好，看邹立涛推法不错。抓腿，哎呦，两个肉墩子的对决。反正朋友们，果然这个比赛还是重磅级别的好看。你看，杀伤力十足啊，冲劲也是十足。在上一场比赛，这个史蒂文·班克战胜了阿斯哈提之后啊，对方现在是当众向张志磊发起了叫板，但是咱磊哥呢比较忙，没工夫搭理这么一个死胖子。上一场比赛我觉得阿斯哈提输给他呀，多少是有些轻敌了。没有想到对方的拳会这么重。好漂亮，后手。哦，不错哦，连续的进攻。我们看史蒂文·班克已经有点挡不住了。哦呦，非常可惜，刚刚这一波呀，完全有机会让这个油滑的史蒂文·班克给跑了。哎，怎么感觉邹立涛有些晃呢？哎呦，什么情况？邹立涛怎么？哎呦，哇，这个我们都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刚刚连续的进攻耗费了太多体能？哎呦，结束了。
变好像他的这个等法。确实，修鹏程的，因为修鹏程打他自己的节奏了，可以漂亮，好，接着打，好，对他有效，漂亮，强毒了，谁这么想的？我估计他能站起来吗？谁也没有想到，功夫熊猫竟然被修鹏程中击，被抢夺。观众朋友们，这个史蒂文·班克卷土重来，再次回到中国，看起来有点不利啊。哇！啊，这个自动已经击倒了 ，KO 了，肯定能结束了，这个不太会终止，结束了，一战成名，修鹏程一战成名在昆仑决，他居然 TKO 了 WBC 超重量级的冠军功夫熊猫。好，观众朋友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那这一次史蒂文·班克的卷土重来的计划再一次告吹了。原本是来势汹汹，但是没有想到出师不利啊！这个史蒂文·班克，一个 WBK 的重磅级世界拳王，竟然被一个19岁小将再次击败。我觉得他回到他的美国之后啊，也没办法混了。好，再次恭喜中方选手修鹏程，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眼前的黑人选手正在调戏中国姑娘，遭到现场裁判制止之后，非但不停手，竟然还当众殴打裁判。他是拳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混蛋，在过去的5年时间，竟然因猥亵罪被警方逮捕高达19次。习以为常的他，竟然还在被捕的时候听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经常在比赛镜头前作秀，表情狰狞，永远是一副夸张的诡异模样。甚至在比赛中上房揭瓦，炫耀自己的特立独行。他就是号称美国疯马的拳坛怪人查尔斯·本内特。可以看到这家伙一上场啊，就是拿着手机开着直播登上擂台，还在赛前大笑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而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来自内蒙古的中国轻量综合格斗运动员，表示一定要战胜这匹疯马，让他见识见识蒙古汉子的厉害。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大战美国疯马拳坛怪人查尔斯·本内特。具体比赛结果究竟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啊，查尔斯连拳都不愿意接。哎呀，这个作秀的表情，我们的巴拉金是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正身位，是想给他摔下去。这个查尔斯还是实力很强的啊，可以看到这个力量上来说，不太好摔，反抗的很厉害。这个确实是个性太强了。巴拉金想压制他有些困难，查尔斯。绰号疯马嘛，刚才你也看到了，在宣传片中这个查尔斯各种奇怪的行为。他出身于这个美国的贫民窟，甚至有时候啊，大家都觉得他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嗑药了？他吃药的感觉，整个人疯疯癫癫的状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美国的拳坛怪人，他实力确实很强。好的，可以看到这个查尔斯的体能好像是有一些下降，我们的巴拉金也是成功压制住他。现在这个疯马也不着急啊。对，你看这个疯马确实是很有这种大将之风啊。对，这个大将中的这个另类啊。确实是在这个综合格斗界啊，无敌。对，有点这种综合格斗界的周星。哎呦，我们的巴拉金非常的不错，可以看出已经是死死控制住查尔斯了。这个巴拉金呢，出身于内蒙古，小时候家里是放羊的啊，经常是跟羊摔跤，地面作战是非常的强。这查尔斯是生活在这个美国贫民窟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摔，只能摔水泥地。所以说，我觉得论地面来说，应该是没法打过我们的巴拉金。要拿背做裸脚，但是破坏掉了。好，你看，典型的啊，很好，可以等下位。这个真是好，对，一个人站好几分钟，对，就大家就会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呀？这么长时间，所以就尤其关注他的比赛。对，每次都是戴着一耳机，听着音乐，摇头晃
自拍的，哎，对，还玩自拍。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巴拉金虽然是拿到了正身位，但是占据不到什么优势啊。这个查尔斯不说别的，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巴拉金是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好的，逼至篮边，哎呦，不小心被查尔斯挣脱的可能性很大。就一样，对，去拱，你看手上的打也好，特别压制。现在来说，这个东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我们的巴拉金也是竭尽自己的全力在压制这个查尔斯，但是查尔斯啊，这个甭管别的，身体素质确实不错，他好像比我们的巴拉金还高一点吧。可以看到这个肌肉也是，很壮硕的。可以给他安一个。河马现在没有像样的拳呢，我觉得他一直在收着劲儿。对。可能也意识到。好的，逼至篮边，再次拿到一个正身位，我们巴拉金可以开始考虑进攻了。啊，是想做裸脚是吗？不知道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让他重现一回他的梦魇。不能把我怎么着？对，所以看巴拉金啊，充分的把这个时机把握。对，太多激动作啊。你看，地面转移也很快啊。张老师所说的这个现象，我其实觉得70%、80%是有赖于松马。对，是他在控制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是他控制。对。好的，目前来看的话，节奏依旧是在查尔斯这一面，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我们的巴拉金拿到优势位，但是这个进攻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没有几次有效进攻。查尔斯也是在把控着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不让你进攻，你就是做不到，有一些难受。你看，即便是过了腿，也不能做太多的动作。对，说真话。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巴拉金火气也很大啊，进攻欲望很强，上来接着想跟查尔斯打一个地面。这个第一回合的话，确实是巴拉金不太占优，但是查尔斯的体能消耗的也很快。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们平时吃都是奶茶牛羊肉长大的。你看这个动作很放松啊，对，发力是。到这儿，骑上去。这个位置松马给的太轻松了，对，送了这么一个位置。有没有磨脚？好的，漂亮，打死角已经形成了。这个位置非常的棒啊，就看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坚持住。输了，太拖大了。10，看巴拉金的腰一直在往前拱。对。哦，应该是有点晕过去啊。我们看看风马的手最后是软下来的，我们看一下，拍。漂亮，拍手放弃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巴拉金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可以看到已经是被我们的巴拉金啊勒得不省人事了，漂亮，真是有血性的蒙古汉子。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巴拉金第二回合59秒降服获胜。有请颁奖嘉宾，贵州喜酒销售公司山东片区总经理夏宏祥。你不要过来啊！我操，牛逼！中国散打王狂摔399胜泰国拳王18次，甚至还有2次将对手摔飞出擂台，引来泰国官方严重抗议。有人说刘海龙有多强，中国散打水平就有多高，这是刘海龙职业生涯最凶猛一战。对战拥有399胜、横跨3个级别冠军的泰国拳王，竟丝毫没有畏惧。打到最嗨的时候，甚至还把这位泰国拳王直接扔飞出擂台。刘海龙的对手戈邦贵是战绩399胜16负。作为曾经横扫泰国拳坛的不败王者，他经常用断肠裂骨的钢铁右腿踢飞对手。不管你是哪国的精兵强将，还是世界冠军，都能一招鞭腿轻松搞定。
还曾2回合将日本空手道冠军打到狗血淋头，下跪求饶。而此时刘海龙在国内同样也是难寻敌手，无可奈何，只能从内战打到外战。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刘海龙，那么蓝方选手白色裤衩，哦，漂亮，比赛开始不到5秒钟啊，这个大力的砍腿，让这个泰国拳王啊，连这个萨瓦迪卡还没说完就被干翻了。好，来看一下蓝方选手便是戈邦贵啊，上场战绩399胜16负，最高时连胜达到过130连胜，好有意思。那这个时候双方啊在各自的国家几乎都是难寻敌手的状态。打铁摔，我看这个刘海龙这个摔跤技术不错。刘海龙选手呢，他技术全面，而且呢，他的攻击力也非常强，在场上战术意识也很好。对，但是我们知道他对手啊，好，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刘海龙刚刚是一个倒拔垂杨柳，非常恐怖。对方的戈邦贵啊，哪儿见过这种世面呢？因为他是一个泰拳选手，经常打拳腿功夫，但是摔这一块他并不是很擅长。而且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的自由搏击也是因为刘海龙啊更改了规则，不允许刘海龙啊再摔了啊，因为这一招别人不会啊，别人也学不会。但是洛贝这个选手啊，绝对不能小看，他今年29岁，他多次获得过金腰带，而且这个选手特点呢，他是左腿骑重，经常的能够一锤定音。所以刘海龙碰到这么一个老将，确实呢，不到比赛的钟声最后响起，那个比赛呢就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曾经有人说啊，说刘海龙有多强，那么中国的散打水平啊就有多高啊。那这句话我是完全认同的，因为当时的刘海龙呢就是我们中国散打水平的一个标杆。但是赛前啊，大家呢认识戈邦贵啊会多一些，认识这个刘海龙会少一些啊，在国际上。就是赛前的话，看好刘海龙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赛前极大部分的人呢都比较看好对方的戈邦贵啊，因为对方几乎啊他是没输过。好，接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让我们废话少说。自己是王中王，中国王中王的气势上，一股王气。哎，对。好了，第2回合开始。一般来说，泰国选手呢，第3回合才真正是亮出看家本领。而且泰国选手啊，他们打的是意志品质非常顽强，对啊，不会。好，连续的换腿，那么双方在第2回合上的都很稳啊。这戈邦贵他不敢动了，然后他不敢动了啊，他怕他冲过来会被这个刘海龙扔出去。好的，刚说到扔出去，什么情况？哎呦，什么情况？这个扔飞出了一台，没见过这种场面，没见过。而且我们看现场的观众们都已经是欢呼雀跃，都是很兴奋，没见过啊，都站起来了。对。膝盖。因为双方掌握的这个尺度的时间不太一样。好，我们看这个戈邦贵现在肯定是有点怀疑人生了，肯定是懵了啊，因为对方拳法的确很厉害啊，腿法也很厉害。那么想过来拼的时候啊，还不太敢，因为怕刘海龙呢直接把他扔出去，而且现在刘海龙把对方的护具啊都给砸飞了。好，比赛继续进行。第2回合还有30秒钟的时间。那么之前有很多人说啊，说死神方面是刘海龙的传人，我个人感觉他们的风格和体系啊就差很多。刘海龙的属于这种比较劲爆啊，打外敌的时候非常猛。好，我们看这个戈邦贵，他还想来这一套，要摔我们。
但是这个泰拳规则里他没教你怎么摔呀，那你怎么摔？好，最后的10秒钟。哦呦，劈挂腿！好，前摆后摆，哦，最后的2秒钟啊，还打出一波连击，非常的漂亮。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漂亮，这个腿很快啊。我们看速度上来说呢，刘海龙体能肯定是没问题。经常在用他的左腿一锤定音，这点刘海龙绝对不能够轻敌。刚才我们看到是台下的这个转播席上啊，一片虚惊，怕用到这个转播台上来，再把扔出来。好，我们看观众朋友们，这个刘海龙今天的战术没别的啊，就是摔，就是想把对方啊扔出擂台。好，我们看哦，对方割帮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泰拳的这个规则里他就没有摔跤，他就不会摔跤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算是用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战术。好，有一次先翻在地。现在让这个洛贝啊，他整个他有劲儿使不出来。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因为刘海龙向前扑的时候，刚才是用了转身的一个边锤。因为我还是担心呢，作为洛贝这个老选手，他经验非常丰富，而且杀伤力很强。在近身的时候，我对他的肘和他的膝，有可能还是会发挥威力的。刚刚刘海龙又是一个倒拔垂杨柳，我们看现场的中国观众已经沸腾了，但是现场裁判终止了比赛，因为这个戈邦贵啊，我个人感觉他应该受伤了啊，应该是受伤了，但是具体什么伤不清楚。哎呦，这个是对方的脸上被摔出了一个口子，我的天哪！那么这个属于我们硬把对方的脸啊砸出了一个伤口，很恐怖啊，的确是很恐怖。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4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场比赛第4回合非常的精彩。把这个兢兢业业的比赛打到底，不要大意。来起来，来，先看下去，拿球看看右给他，好紧吧，注意点啊，不要进车，不要加音乐。哇，观众朋友们，我们看这个泰国拳王不行了，又一次被扔飞出擂台。哦，这个比赛的确是太刺激了啊！那虽然说这场比赛举办的时间啊很早啊，2003年，但是当年的比赛，我个人感觉比现在的很多比赛要精彩。还向刘海龙在那里招手，说来，不怕你，你再来。我们看连续的抱摔啊，让对方的戈邦贵已经有点不行了啊，整个人很软，体能上不太行了。你看，包括他的擅长的扫腿啊，也没有力度了，移动速度也很慢啊。最主要的是，哦，你看他不敢出腿啊，一出腿，刘海龙立马抓住，像抓起个鸡仔一样啊，把对方摔在地上。确实技术全面，而且做得非常娴熟。现在刘海龙要打得非常耐气。双方体力都是有明显的下降。对。最后几秒钟。好，
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最终的裁判是临时终止了对局，因为不能打了啊！这个柯邦奎啊，已经没有了体能。那么恭喜刘海龙，不愧是中国散打界的标杆，不愧是刘海龙。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